歡迎大家嚟到加拿大肝臟基金會一年一度嘅肝病健康講座。咁因為疫情嘅關係咧，我哋今年咧繼續就喺網上同大家見面嘅。今年我哋邀請咗9位嚟自加拿大唔同省份嘅肝病專科醫生，為大家講解唔同嘅肝病嘅問題。如果你哋錯過咗嘅話咧，可以上返加拿大肝臟基金會嘅 Facebook 或者我哋個網站 www.liver.ca 重溫。今日咧，我哋好高興請到 Dr. Thomas Ho 咧，係幫大家問好多有關肝病嘅問題，而為你哋解答問題嘅咧，就有 Dr. Peter Kwan。咁事不宜遲啦，有請 Dr. Peter Kwan 同埋 Dr. Thomas Ho。關醫生呢度有好多條題目第一條咧就好普通嘅，佢話乜嘢係病毒性過濾性嘅病毒嘅肝炎？點解係個全球嘅問題咧？呢個哇，實在唔簡單啊！過濾性嘅病毒咧，就英文就係 virus， 即係佢又唔係細菌，即係仲比細菌咧就仲細嘅，即係普通嗰啲大腸桿菌咧仲小型過佢哋。咁咧就係即係簡單就咁講啊。點解全球性咧？全世界都有啊嘛，咁全球性咯，所以就到全個每個國家每個角落都有啦。係啊，而家好多種啊，最簡單嘅 ABC 嘅有多個 ABC 啊，有 D 有 E 啊，係啊係啊。嗱，佢話而家乙型肝炎咧同亞洲嗰啲人咧好有關係嘅，而且幾流行嘅。點解係咁嘅情況咧嚇？OK， 咁樣解答咧呢個要長氣啲啦。就喺乙型肝炎咧，就你知係喺全球好多人有啊。差唔多全個世界嚟講，乙型肝炎嘅帶菌者係即係差唔多同美國人口差唔多嘅，所以你諗想象中係幾多萬啊？我唔識數啦。英文就即係350個 million， 咁中文就唔知點講。咁但係咧，點解係亞洲人最多咧？最簡單就唔係話淨係乙型肝炎係亞洲嘅即係有特別嘅嘢，而係亞洲人口多。如果你將全世界上嘅地圖嚟睇咧，喺乙型肝炎嚟講咧，喺南美洲一樣係好多人有嘅，8%。咁你喺非洲又係8%、10%。咁中國大陸7%、8%。咁但係中國大陸因為人口多嘛，所以變咗係相繼嚟講咧，變咗就咁多人有乙型肝炎帶菌咯。咁你喺亞洲嚟講咧，就譬如你話喺台灣啊，就係新加坡啊、馬來西亞，一樣係好多人帶菌嘅。但係咧就最主要一樣嘢咧，大家要知道咧，就係乙型肝炎咧，由1980幾年開始，80、80、83、84年開始咧，有呢個疫苗有得打嘅。有啲國家咧就係即係好早已經同啲 BB 仔打呢個疫苗，所以變咗就佢個帶菌嘅數目字就減低啦。咁所以咧，就譬如喺20年前度咧，中國大陸嗰個即係帶菌咧，差唔多係10%至11%。咁到而家咧就已經低到7%至8%，因為有疫苗嘅關係。嗱，有啲大眾啊唔好明話你係乙型肝炎同埋乙型肝炎帶菌，你可唔可以解釋俾佢聽個分別？同埋佢話你點樣診斷佢咧？呢個乙型肝炎。OK，咁呢個問題同以下有另外一個問題咧，就大家相連。有一個聽眾，有一個觀眾啊，唔係聽眾啊，觀眾就問呢個點解 ABC 咁啊乙型肝炎咁麻鬼煩咧？咁啊點解 A 又冇麻煩啊？點解 C 同 B 有咩分別咁之類？咁啊，譬如我一次答晒大家啦。OK， 等大家唔使即係再問嚟問去。嗱，最緊要嗰樣嘢你要知道咧，肝炎咧就係佢又點解會唔會咁麻煩咧？睇你染咗之後，佢會唔會喺身體裏邊逗留？例如嚟講咧，甲型肝炎即係 A 型肝炎咧，就係急性肝炎嘅啫，冇慢性嘅，即係佢一次過你肝會發炎啦。但係好咗之後咧，佢又唔會留喺你身體度喎。但係乙型同丙型咧就唔同啦，乙型同丙型咧就會可以逗留喺身體好耐嘅，所以變咗咧喺乙型嚟講，你感染咗可能你冇病徵，但係你變咗帶菌者，或者你有急性嘅肝炎，跟日後咧你又變帶菌者都會有。咁丙型肝炎就一樣啦，你可以有急性肝炎，可以有慢性肝炎，但係 A 咧甲型嚟講就冇慢性肝炎嘅，淨係 B 同 C 先有慢性肝炎嘅啫，所以變咗你兩樣都可以有，可以感染咗之後咧就可能又即係發炎一輪，跟住你又變咗帶菌者。有啲人好彩咧，感染咗之後咧就甩到身，但大部分人咧都甩唔到身嘅，就係咁解。OK，thank you。
咁就聽講話醫乙型肝炎嗰啲藥都幾貴下喎，嗰個 pharmacare 即係正醫療嗰度包唔包嘅？有啲人話嚇要用幾耐嘅咧？係咪好啲就唔使用咧？ OK，呢個問題又要長篇大論嚟講啦。因為乙型肝炎咧，同丙型肝炎而家咁可以身體生存咁耐咧，因為佢係匿埋喺你身體嗰個肝嘅細胞嘅裏邊。喺丙型肝炎嚟講咧，佢就住喺呢個細胞裏邊嘅啫。但係乙型肝炎咧就仲大鑊，因為點解咧？佢住喺呢個細胞嘅細胞核嘅裏邊。如果時間長咧，乙型肝炎嗰啲個病毒嗰個遺傳基因咧，同你自己本身遺傳基因黐埋一齊嘅。即係等於賊入咗屋一樣，即係佢又唔會自己甩出嚟嘅。所以丙型肝炎咧，反而咧可以食藥咧，而家嚟講咧，即係進步到咧，可以食8至12個禮拜藥就可以斷尾嘅，差唔多90%幾都可以斷尾㗎啦。但乙型肝炎咧，因為佢住喺細胞核裏邊咧，佢係可以你講咧中文講咧，可以講係治標不治本，你可以撳佢，等佢唔好生 BB，但係佢個肝炎嗰啲遺傳基因你點樣整唔到佢出嚟嘅，所以比乙型肝炎嚟講咧，食藥要食好長嘅時間，可能一世都要食藥。但係就即係咁嘅，即係所以咁樣樣嚟講咧，就可以唔答唔到你話食幾耐可以停啊。丙型肝炎可以講話8至12個禮拜可以停，乙型肝炎就唔得。咁啊，另外呢兩條題目都係丙型肝炎啊。佢話第一，佢話我已經而家有丙型肝炎，我點樣去 get 呢個醫治同埋邊個俾錢咧？同埋另外一個咧，佢話我已經食咗一隻最新嘅藥，係可以醫好即係 cure 呢個丙型肝炎嘅。我會唔會有機會再翻嚟再 reinfect 即係再感染過嘅咧？而家講翻頭先嗰條題目咧，就話乙型肝炎啲藥幾貴咧，咁啊就實在就唔係好貴啫喎。同丙型肝炎嚟講咧，就同丙型肝炎比較平好多。乙型肝炎啲藥咧，大概都係幾蚊一日嘅啫。就 pharmacare 會幫你嘅，但係 pharmacare 咧，因為佢係講錢啊，所以佢俾你啲藥咧就未必係即係最新最正嗰種。就即係乙型肝炎藥叫4代嘅1、2、3、4啊，佢而家大概 pharmacare 俾到你咧，即係俾到第3代，佢唔會俾第4代嘅藥俾你。因為第四代嘅藥咧，仲未有呢個即係唔係複製品啊，即係仲未有呢個 generic 啊，仲未有 A 貨，咁所以變咗就好貴。咁大概都係幾蚊一日嘅啫。咁但係丙型肝炎反而嚟講咧就仲貴好多，但係佢因為醫治時間短咧，所以大概都係一次過即係 pharmacare 會幫你嘅。咁啊，仲乜嘢？佢講咩？佢話佢話譬如佢點樣醫，會唔會再有機會再感染過？OK， 有兩度啊，就係答翻頭先嗰個話，我有丙型肝炎點搞啊？咁第一件事咧，你個家庭醫生應該咧就會轉介你去專去睇肝嗰啲醫生，咁咧同你 check 下你個肝 check 真啲咧，同你申請政府俾藥俾你食，就唔係好難嘅啫，即係佢個個都係咁做噶啦。嗰個乙型肝炎咧就反而難好多，即係時間長好多要。仲問咩？佢講咩？佢話要點樣醫治？係咪佢醫完之後會唔會翻嚟？再感染多次？嗱，丙型肝炎咧就好容易嘅啫。如果你食完藥之後咧，隔咗24個星期，就你再度下血咧，冇咗個肝炎菌喺度咧，你翻發嘅機會差唔多係0嘅，即係好少機會會再翻嚟，所以唔使驚。即係差唔多98%、97%，我哋可以斷尾。有少部分嘅人咧，因為佢有肝硬化、其他原因，食完藥之後會再翻嚟，但絕大部分都係冇事嘅，所以丙型肝炎絕對有得醫，唔使驚。咁啊，你啱啱講開肝硬化咧，呢兩條題目咧，佢話啲肝炎啊，開頭嗰陣時冇咩症狀嘅，但我要做啲乜嘢嚟防禦我去到即係個肝硬化咧？同埋話聽講肝硬化有好幾期嘅。要做啲咩測驗嚟知道我咩期啊？嗰啲咩4期定幾多期嗰啲？幾多期嗰啲？嗱，咁樣講咧，就即係如果肝硬化嚟講咧，你咧就即係好多時個肝炎咧就唔知嘅，又唔痛又唔成，所以你唔驗血咧，你唔去走去驗肝功能，你可能唔知咩事嘅。咁但係你有咗肝炎就當譬如你有乙型肝炎帶菌啦，咁樣你知有冇肝硬化咧就唔知喎。因為肝硬化又唔係有好多期嘅肝，即係佢嘅乙型肝炎去到你嘅肝之後咧，就整到你嘅肝有慢性肝炎。慢性肝炎之後咧，你嘅肝會有纖維化。咁纖維化有幾期嘅？1期、2期、3期、第四期嘅纖維化咧就係肝硬化。咁但係大部分人咧就唔痛喎，又唔痛又唔性，唯一係覺得少少攰。
咁喺肝硬化，譬如去到纖維化第4期有肝硬化啦，咁你有咩病徵咧？咁但係佢話分兩個階段嘅，唔係講期啦。第一個階段嘅肝硬化咧，完全冇病徵嘅，行得食得走得，最多覺得少少攰嘅啫。第二個階段肝硬化咧，就係開始衰啦，即係點樣衰咧？就有併發症，例如你係水腫啊、內出血啊，影響你個腦啊，即係之類咧，嗰啲就好大，已經好大件事噶啦。所以肝硬化咧，可以行10幾20年都冇事，完全冇病徵。而一到你轉到去有第2個階段，開始有水腫咗成咧，咁你個壽命就會短好多噶啦。OK，唔該。嗱，佢話呢個觀眾咧話佢有啲家庭成員咧係有乙型或者丙型肝炎嘅，咁佢使唔使怕咧？咁啊點樣即係防禦？即係佢又會有佢點樣傳播嘅咧？呢啲 OK， 嗱，乙型肝炎同丙型肝炎有一個共通點咧，佢係要經過血或者親密接觸先可以傳染嘅，唔係話你食嘢啊、出街食嘢得翻嚟嘅。所以你屋企有人有乙型肝炎咧，咁自動嚟講，應該所有屋企嘅成員一齊住嗰班人咧，個個走去 check 睇有冇帶菌。咁由於你係帶菌嘅話咧，你要經家庭醫生咧，你想做進一步嘅測驗，你嘅肝有冇纖維化，有冇性咧，就要去家庭醫生轉介你去睇肝科嗰啲醫生。因為我哋係喺肝科嚟講，除咗驗血之外咧，我哋有啲儀器可以同你 check 下你肝有冇纖維化，同埋纖維化到第幾期，我哋知道嘅。咁咧喺個日常生活咧，如果你話屋企人有乙型有丙型肝炎嘅話咧，就係唔使咁驚嘅，因為乙型肝炎嘅傳染性咧就比丙型肝炎仲多。丙型肝炎嚟講，就算夫妻嚟講，你都唔使話分開晒啲衫分開洗啊，咩成。我哋唯一係教話丙型肝炎啲病人聽，或者係牙刷唔好用啊，見到血嘅嘢，譬如鬚刨唔好大家分離用咁之類。咁但係乙型肝炎咧，就因為佢有預防針啊，丙型就冇啊嘛。如果你屋企人有乙型肝炎帶菌，你自己又唔係帶菌喎，又冇抗體嘅話，你要走去打預防針。如果自己都係帶菌咧，咁你自己都要走去 check 啦，係咪？如果你冇帶菌咧，就有預防針，你又唔使驚咯。OK，而家講咗好多肝炎嘅，而家佢呢個係脂肪肝，佢話乜嘢係脂肪肝？你點樣醫佢咧？同埋可唔可以復原翻咧？如果你有脂肪肝嘅話，脂肪肝咧就仲難，有時仲難過呢個肝炎去測試嘅，因為好多人都有嘅脂肪肝。實在嚟講喺呢個世界咧，咁你可以脂肪肝咧就係你可以咁樣睇，就脂肪肝咧你有脂肪唔係等於你嘅肝一定會有咩大問題。好多人有脂肪肝咧，就有肥膏喺度啫，但係個肝就冇事嘅。第一小部分人有脂肪肝咧，佢引致你個肝係有同乙型肝炎或者丙型肝炎一樣，即係有肝會發炎，咁咧跟住會有纖維化、有肝硬化。但係脂肪肝引致肝硬化咧，個時間就長好多啊，即係好長過乙型同丙型多好多，所以慢慢嚟，大把時間去捉佢嘅。咁啊，脂肪肝有好多因素，有時咧就有少少遺傳性啦。有啲人係中意食肥嘢啊，有啲啊自己本身係肥啦，或者你有或者你有血糖高啊，或者膽固醇高啊，或者飲酒啊，都引致脂肪肝。咁所以變咗脂肪肝唔係同乙型肝炎、丙型肝炎即係咁樣睇法，嗰啲就係過濾性病毒嘅引起。脂肪肝咧就同你個人嘅生活起居、飲食習慣、你嘅體重、你嘅肥高嘅比例有多好多關係。OK， 嗱，聽見肝臟咧可以再重生嘅喎，即係你如果彎咗之後，佢啲細胞可以再咁啊？呢個要剔幾耐？佢話同埋譬如呢個人飲酒好多嘅，佢傷咗個肝，咁佢可唔可以恢復翻？佢重生呢個作用，恢復翻個正常個肝咧？嗱，咁你要睇咧，好簡單啦。你咁樣問咧，你睇下自己嘅身體其他部分就知啦。嗱，佢譬如飲酒飲得多，飲到你嘅肝啊有酒精中毒、有發炎，跟住有肝就纖維化，第一期去第二期、第二、第三去到第四肝硬化。咁樣如果你個人即係好似你嘅皮膚咁啊，燒傷你表面燒傷，你嘅皮膚可以復原嘅。但你燒得傷，燒到好傷，燒到深嘅時候咧，你就會永遠有瘌噶咯。肝都一樣噶，如果你有少少即係輕微嘅慢性肝炎，係因為無論你飲酒又好或者其他又好啦。如果你話即係將戒咗酒啦，咁佢會可以復原到正常嘅。咁啊肝咧又自己有新陳代謝啦，自己會有重生嘅。但係你唔好諗到話咁正話，即係我去到肝硬化，即係肝硬刮刮啦，可以即係完全回復翻正常，或者生個新嘅肝出嚟，或者做咗手術之後咧割咗一橛就生翻橛出嚟，鹽蛇尾咁樣樣。
咁又未必喎，因為佢個肝嗰度嗰個重生嘅機會咧，同你嘅人嘅年紀咧就即係有關係嘅。譬如細佬哥割咗個肝，割咗一橛咧，可以佢生一大嚿出嚟都得。但你到50歲、60歲走去做手術，割完之後咧，就你唔可以，即係你唔可以諗到話會生翻個一大嚿出嚟，就唔會㗎啦。OK，因為年紀嘅問題。所以咧，如果你肝同燒傷一樣，你越傷得越耐咧，傷得越深咧，你就唔復原嘅機會就差唔多係冇㗎啦。OK，我哋講過乙型肝炎有脂肪肝，而家佢話肝癌啦 cancer 啦， OK，我幾時先至可以知道我要 transplant 即係肝臟移植幾嘅OK， 嗱咁肝 cancer 咧，要大家提一提呢樣嘢，呢個就可能係題外話，但大家要知道咧，就係咁樣樣。乙型肝炎點解咁特別咧？同其他型嘅肝病，即如脂肪肝或者係丙型肝炎咧，有一個非常大嘅分別，大家一定要知道嘅，就係咧，所有嘅肝病咧，譬如酒又好，丙型肝炎又好，乜嘢事脂肪肝都好咧，多數咧就要經過你有肝硬化先至會有肝 cancer 嘅機會。但乙型肝炎就唔使嘅喎，即係你有肝炎帶菌咧，雖然你話可能我得20零30歲，但係可能你帶菌帶咗幾廿年咧，出世有。咁你肝有總之有親乙型肝炎帶菌咧，就有肝 cancer 嘅機會啦。咁當然嚟講，如果你肝係傷害大，有肝硬化嘅更加高啦。就算你冇肝硬化，乙型肝炎帶菌一樣會有肝 cancer 嘅機會。所以同丙型肝炎就唔同。如果丙型肝炎咧，佢係冇即係得初期纖維化冇肝硬化，我哋唔使驚佢個肝 cancer 嘅。乙型肝炎就唔同啦，你有帶菌咧，你就有肝 cancer 機會。所以最大分別就係咁樣。定係話幾時可以即係換肝移植，用移植換肝嚟醫個肝 cancer 咧？就世界上有好多定案，即係有晒人做晒研究嘅。最簡單嚟講咧，就係如果你個 cancer 係太大咧，就唔會同你移植嘅，因為佢有人做過咧，要你嘅肝 cancer 多過即係大概5 cm 到嘅總數，即係5個公分到以上咧，就算同你移植咧，因為你移植完之後咧，你要食抗排斥藥噶嘛，你肝 cancer 嗰嚿嘢越大咧，就越多機會有啲癌細胞走咗出嚟，可能你唔知道，但係你一食抗排斥藥咧，佢就會一發不可收拾噶啦。所以你肝 cancer 太大嘅時候咧，就唔可以同你移植嘅，係細嗰啲先至有機會可以同你移植嘅啫。如果擴散咗又唔得啦，擴散咗就冇噶啦，係啦，冇得傾啊。嗱，而家咁啊走去講下預防啦。我哋講咗好多呢啲病，咁我哋啊只係得 A 型同 B 型嗰啲疫苗嘅，so far我哋未有丙型嗰啲。丙型冇疫苗係啊。同埋佢話打完呢啲疫苗係咪一生人嘅咧？Lifelong immunity 呢個。大部分，絕大部分一生有用嘅。咁但係有啲人咧就係如果係即係高危人物咧，譬如係做醫務我哋啊咁樣樣，如果你係有打咗乙型肝炎疫苗，就要你想知道佢又仲冇用咧，可以 check 佢啲抗體嘅數量。如果抗體數量跌嘅時候話咧，可以再打過。但大部分人咧，絕大部分人打一次就夠㗎啦。即係只係少部分人，即係一定要預防得好足夠嗰班友先至要去走去再 check 嘅啫。除非嗰啲啲 newborn 嗰啲，即係啱啱出世嗰啲，佢阿媽咪係大菌嗰啲，嗰啲就打咗啦。要再 check 下佢啲嚇，打完。嗰啲咧就即係好多人都問啦，譬如我 BB 出世啱打咗乙型肝炎疫苗，幾時要再 check 啊？咁我多數答咧就係佢90個幾%、97、99%有用嘅。咁啊多數咧就係只有一小部分啫，1%、2、3度咧，唔過咁多人咧打疫苗冇反應嘅，但絕大部分就冇事。咁我哋多數咧就叫啲媽咪咧就唔使咁驚，等你個仔大啲先去 check，唔使話即係2歲就走去再打過，到佢差唔多讀到即係中學啊時候先走去再 check 過。如果你要講起有啲新出嘅嬰兒嘅話，嗰啲黃疸素係咪危險咧？不過呢個我相信唔係大部分都唔係危險嘅，多數都係呢啲自然嘅嚇。係啊，你知道係啊，唔係話一定有佢有時 baby 出世時候會黃冚咁樣啊，好多時我哋會見嘅，唔係話一定係一定肝有咩大毛病。多數時候咧，有啲人係俾啲燈俾佢照下曬下佢啊，咁啊過一兩個禮拜就冇事嘅。所以你唔知，但係你肝炎嚟講就唔同啦，即係你有驗血睇到噶嘛。如果你有 BB 出世肝有發炎，你驗血就知道噶啦。係啊，嗱，佢呢另外一條題目咧就係講膽固醇同肝嘅聯繫關係，同埋我哋有陣時食嗰啲嘅降膽固醇藥啲 statin 啊嗰啲你呢一方面解釋下俾觀眾聽，個肝同啲膽固醇 cholesterol 有咩大關係？呢個我哋都唔知啊，我哋知道你重新食膽固醇藥有機會咧整到你個肝㗎，
即係個肝功能或者酵素會唔正常嘅。但係就冇得預測嘅喎，即係唔可以話我即係未食之前，我知道邊個人會有事，邊個冇事喎嚇。你做家庭醫生，你俾藥俾人食多過我機會好多，但係我哋冇人知道㗎。係多數即係你話要食膽固醇藥，咁食完之後咧，隔一頭半個月同你 check 下你嗰啲度數正唔正。咁但係就冇得預測嘅，佢個反應係好特別啊，即係好個人嘅，唔係個個會有事，少部分人有事，好少嘅啫。我諗大概5%啊，咁10%好少嘅，多數都冇事嘅。有陣時啲傳媒又講得比較誇張啲，就好多人就咩有個心理壓力。唔怕你唔怕食，但即係佢又唔係話會死人嘅。如果你係有 check 住嘅話咧。即係食完嗰個即係降膽固醇藥，你走去 check 過1-2次冇事，你唔使驚啊！就算有事都好，你停咗藥，佢會回復正常嘅。同埋講呢個藥方面咧，Tylenol我哋食得最多嘅 acetaminophen 當然如果我哋食啱個份量，應該譬如一日少過4個 gram 啊，或者而家再嚴格啲3個 gram，應該幾安全。但係如果啲人大量食過份量咧，又係影響個肝㗎喎，係咪啊？唔係，即係你想話食Tylenol食到個肝彎咧，要即係自殺式咁去食，即係食有得計㗎。譬如你extra strength 500個 milligram 嚇，你要食成樽你先會玩完嘅。咁一次過即係你想自殺啦，成樽佢。如果普通人食嘅即係6粒8粒都冇事嘅。咁唯一嚟講咧，邊啲人會有事咧？就係如果你個肝本身係彎彎地，因為我飲酒飲到個肝彎晒啦，咁你唔使食好多個 gram，你個肝都會有事㗎。如果你係普通人咧，你食就一日食5粒8粒都冇事嘅。係嗱，咁講到最後咧，我哋點樣令到我哋肝強壯？我哋 lifestyle 即係生活習慣方面啊、飲食方面啊，同埋瞓覺，會唔會影響到我哋個肝瞓得唔好？呢個我哋啲 lifestyle 嘅呢個就好常見嘅問題。中國人成日想問啦，你食療上咧對個肝有冇咩影響？我食乜嘢補肝？咁啊，西醫又冇補藥㗎，你知道啊？西醫冇話要咩補肝藥。咁啊，最普遍嘅藥咧就係個 Milk-Thistle， 即係鬼佬嘅補肝藥。中國人咧就話食靈芝雞骨草之類咁嘅嘢啦。咁但係喺中醫嚟講咧，佢哋好多時有乙型肝炎咧，佢又話叫啲人話早啲瞓，10點鐘前瞓覺，11點鐘前瞓覺。佢話冇咁嘅，實在又冇咁嘅醫學根據嘅。唯一咧，我哋知道，如果你乙型肝炎帶菌，本身係冇事嘅。但係咧，如果你話好話唔好聽，你有咩cancer 要做化療啊，有嘢影響你個免疫系統咧，咁你個肝炎嗰啲菌咧就會係即係火山爆發咁樣樣噶啦。所以變咗咧，佢哋轉一轉嚟諗咧，不如話咁你身體好啲咧，咁你個肝就會少啲毛病啊。咁啊叫你早啲瞓覺係咁多啫，你唔使話我因為我乙型肝炎帶菌同老婆講一定要10點鐘前瞓覺，咁啊唔使一定咁樣樣嘅。其實另外一樣嘢咧，就西醫冇乜補藥啊，中醫啊大把嘢補你啊，你中意咪走去食咯，冇所謂嘅。我又唔會有啲人咧就會好抗拒啊，就係西醫嚟講，我又冇所謂啊。我叫啲病人你中意食雞骨草煲乜嘢，你咪食到夠咯，係咪？但係即係唔會話即係直接對你嘅菌嘅數量有影響嘅，佢唔會話即係將啲菌殺低又唔會嘅。最後咧，佢話如果打你肝嗰方面咧，佢話幾時要睇醫生？要有啲咩測試先好嚟關於即係預防肝病嗰啲。呢個最簡單啦，你最普通嘅家庭醫生都會同你即係你過上咗咁上一年紀，就會同你1年驗一次血，驗你嗰啲肝嗰啲即係肝嗰啲指數啊，個肝酵素啊之類嗰啲嘢。係驗肝係最簡單嘅，就係驗血你睇到70%有咩事嘅。所以1年驗一次血，譬如你驗你有冇貧血啊，咁啊加埋你肝嘅測試，咁你又唔會衰嘅，就好簡單嘅啫，唔使話有咩特別嘅嘢要注意嘅。OK，係啦，當然好似你哋搞嗰個肝臟嗰個驗埋嗰啲有冇乙型肝炎帶菌啊，有冇抗體素啊，有冇咩咁知道下。家庭醫生會同你 check 嘅，嗰啲應該係個個都會 check 嘅嗰啲，所以就唔使咁驚嘅。就你想預防嚟講咧，就即係再最後一句話就係，即係你生活要正常。即係你就係中意飲酒，你咪唔好飲酒咯，係嘛？你自己唔好咁肥咯，就係驚脂肪肝，你咪自己即係做多啲運動，唔好做肥妹，唔好做肥仔，咁咪搞掂咯。係嘛？係啊，呢句又講得好啱。講就易，不過做就難。你做就難。所有唔食飯、唔食粉、唔食麵、唔食包都係幾難。
唔要脂肪肝。不過呢個係啊，係啊，做好實際脂肪肝一定要做運動啊，唔係話你乜嘢唔食就唔掂啊！如果你真係有好嚴，譬如我叫啲病人，如果你話真係有嚴重嘅脂肪肝、有纖維化嗰班友，個個都要做運動啊，一定要做運動先可以燒到佢嘅，唔係你唔就咁唔食嘢都唔得嘅。 OK， OK，好多謝你，多謝你多謝。多謝各位。